上一世老公和婆婆上山采菌子，掉落山崖，我大着肚子听到噩耗晕了过去，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孩子早产了，昏迷几天后，邻居告诉我，孩子怕是活不了了，让我去见最后一面。婆婆和老公的尸体也没找到。1年后，婆家拆迁，我却因吃野菜中了百草枯。濒死之际，我看到婆婆和老公出现在我面前，总算是解决掉你了。这下我的儿媳妇和宝贝孙子能名正言顺地进门了。婆婆身旁站着邻居家的女儿赵杰，带着一个小男孩。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中了百草枯之后，五脏六腑像是撕裂了一样。此时我清醒地看着这一家人，眼里满是恨意，身体上的疼痛让我根本站不起来。哈哈，妈妈，你看这个女人是不是快要死掉了？赵杰的儿子在一旁指着我大笑，雷文君则抚摸着那个小男孩的头，宠溺地讲着：“是啊，儿子，这个女人该死，是个坏人，占着咱们家房子不走。”随即，他们的儿子捡起地上的石头，疯狂砸向我，甚至还有大块的红砖砸在我的脑袋上。坏女人，坏女人，砸死你！我疼得满地打滚，头上被砸得血肉模糊，五脏六腑被毒药慢慢侵蚀，大口大口的鲜血吐了出来。而他们一家人笑着在一旁欣赏着我的惨状。赵杰还细心地为儿子擦去手上的血渍。儿子，你拿这个过去扎他，是时候找个人锻炼一下你的胆量了，不然出去了被人欺负怎么办？儿子，加油！说着，赵杰找了一盒细细的针，交给了他的儿子。我疼得没有力气反抗，手指被一根根针扎进，然后是脚趾，疼痛加剧，让我晕过去又被痛醒，反反复复这样折磨，我生不如死。我求饶哭喊得越厉害，他们越兴奋，直到我彻底断气。再睁眼，我回到了老公和婆婆上山采菌子这天。小小，我们已经尽力了，悬崖下面都搜过了，找不到他们的尸体，想必是被狼叼走了，只剩下这些。出事的时候，邻居王桂英带着人去崖底帮忙搜寻婆婆和老公的身影，只找到了2件带血的外套。赵杰满脸的惋惜和善，拉着我的手，满脸关切地安慰我：“人死不能复生，你还带着肚子，一定要保重身体呀。上一世也是如此。”我被赵杰假意的和善迷了眼，轻信了眼前他的话，伤心过度，直接陷入了昏迷。孩子最终没保住，却没想到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此时的我一脸震惊，看着那半山腰处搜寻回来的3个男人，都是王桂英家的亲戚，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惋惜的表情。我心中冷笑，可真是会演戏。喂，我要报警，我家老公和婆婆掉山崖下去了，还没有找到人。小小，你这是做什么？一旁的王桂英急忙跑来，想要阻止我，我却已经挂掉了电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能刚才找的位置不对。怎么可能？都已经找过了，你找警察来了也是徒劳。赵杰语气有些不高兴。早上我的老公和婆婆才出门的，这才过了2个多小时，狼就能把他们吃光吗？见我执意要找人，王桂英和赵杰2人互相使了个眼色，直接离开了这里。没过一会儿，警察来到了现场，我跟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便展开了搜捕。大概1个小时后，赵杰呀了一声，众人围了过去，发现婆婆和雷文君躺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2人身上血迹斑斑，看着好像没了呼吸。大家帮忙将婆婆和雷文君抬到了医院。在抢救的时候，
我被赵杰直接拦在了抢救室外，家属在门外等候。我们医生会尽全力抢救的。见我伤心，王桂英假意安慰我：“放心吧，我姑娘是这家医院出了名的好医生，她会尽力的。”过了一会儿，赵杰哭着走出来，说让我去见他们最后一面。婆婆和雷文君已经咽了气，两人被盖了白布推出了抢救室。我走近查看时，赵杰将白布拉下，只露出脸来，两人脸色青灰，确实如同死人一样。他们真是好手段，为了装死，不惜伙同赵杰一块演戏。那我就让他们演到底，不死也得让他们去半条命。我抬起手，猛地在婆婆和雷文君的脸上一个人给了一巴掌，哭了起来。啊，你个没良心的，死了还要带着吗？以后我可怎么办才好啊？说着，我便握拳在雷文君的胸口使劲捶了2拳，紧接着又跑到婆婆身边来了2拳。不行，我不信你和妈就这样走了，你们快醒过来呀！此时的我明显看到婆婆脸色微皱了一下，虽然打了足够多的镇静剂和麻醉。一旁的医生和赵杰看到我这样，连忙拉着我手：“人死不能复生，千万别动了胎气。”此时的我安静了下来，哭得很伤心。我想单独陪婆婆和文君一会儿，就一会儿，毕竟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赵杰他们见状，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关上太平间门的那一刻，我盯着老公和婆婆的这张脸，然后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针。婆婆，你和文君一路走好，十指连心的痛苦怎么就只让我一个人承受？说着，我便拿着细针扎进了雷文君的手指和脚趾，一根又一根，紧接着又给婆婆扎进了食指。我能感觉到她轻微的颤动，虽然昏睡，但是也会感觉到疼痛。然后我又将两人的头发和眉毛给剃光，为他们化了一个死人妆，穿了寿衣，这才满意。可能是担心我做什么事，赵杰和那个医生没一会儿便擅自走了进来。见到这样的情景，他们脸上还是掩饰不住的抽搐。我笑了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医生，你好像忘了一件事，人死后不是需要将七窍都堵起来了吗？那医生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连忙看了一眼旁边的赵杰。赵杰收到那人的求救信号，立马上前拉着我的手：“小小，你知道的还挺多的，是有这样的操作，只不过没来得及。我也是想让你先看看你婆婆和老公。”我假意抹了一把眼泪，点了点头：“赵杰，你真是善解人意，我不能太自私，让婆婆和老公就这样不体面的走，所以就按照正规流程操作吧。”正当赵杰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我急忙补了一句：“我想送他们一程，就待这儿再看看他们，你们操作就好了。”那医生皱起了眉，有些为难地盯着赵杰。见我坚持要看，赵杰只好开始封堵老公和婆婆的七窍。赵医生，辛苦你了，剩下去送火化的事情就由我来吧。还有死亡证明，我去哪里领？听了我的话，赵杰的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一旁的王桂英急忙拉着我的胳膊：“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一个孕妇来办呢？我们都是邻居，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别冲撞了孩子。”在王桂英要摸我的肚子时，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确实，如果现在送他们去地狱，我肚子里的孩子会被冲撞。我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所计划的一切落空的感觉。那行吧，那就辛苦王姨了，我先去领死亡证明。说完这些话，我故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婆婆和雷文君被堵住口鼻，我倒想看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小小，你要不先回家去吧，等事情处理好了，我会通知你的。
我隐约看到婆婆和雷文君的脚微微抽动了一下，又无力地垂落，心中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回到婆家，将婆婆和雷文君所有相关的东西收拾出来，扔在了院子里。我便给自己做了一桌的好菜，吃完了午饭，嗑着瓜子，等着邻居他们带着婆婆和雷文君的骨灰回来演戏。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王桂英和赵杰来到我家，我以为他们会捧着2捧假骨灰来糊弄我，却没想到空手回来了。小小，刚刚医院告诉我们，你婆婆和老公还需要在停尸房待上几天，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到时候来办就行。我抹了一把眼泪，拉着她的手，谢谢你王姨，不过这些事情还是再等一等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理，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跟王姨开口的。王桂英见我没按套路走，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赵杰，那你要办理什么？让赵杰帮你跑着点儿，你这还带着肚子，身体要紧，不用麻烦了，都是家里的一点小事而已。见我坚持，王桂英也不好再继续劝说，便和赵杰离开了。在他们离开之后，我拿着家里的银行卡和存折，直接去了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存入我的账户，然后拿着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和2人的身份证、户口等证件，直接去了派出所。注销户口、取得殡葬证后，我便直奔村委会。1年后的拆迁，一套院子分了2000万的拆迁费，还有2套房子。重活一世，我要把这院子的户名改成我自己的才放心。王桂英听闻消息后，直接赶到村委会，一进门便开始指责我：小小，你怎么来更改房主地契的名字了？以后这些不都是你的吗？王姨，我听说咱们这一片将来要拆迁，到时候孤儿寡母的，突然冒出来个死人来跟我抢夺拆迁款，可怎么办？改了名字保险一点。那都是谣言，你从哪儿听来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改了。走吧，王姨给你炖了排骨。王姨，手续都办理好了，就差更改名字了，你拦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村长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有些不解地看着想要阻拦的王桂英。孤儿寡母的挺可怜，如果真有拆迁这个事，保不齐到时候那些个叔伯兄弟来欺负，改了名字保险一点。见村长发话，王桂英脸色都变了，眼睁睁地看着村长把我递交的文件收走，并表示很快会帮我办理好。回去的路上，王桂英走在前面，想必是在想办法，毕竟我这样的操作会让他们计划落空。上一世的我痛失3个亲人，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暇去顾及这些，甚至连婆婆和雷文君2人的死亡证明都没有见到。当时雷文君和婆婆下葬时，都是王桂英亲自操持，那时的我还对她特别感激。原本定好的火化被她当方面决定土葬，我也没有怀疑。直到雷文君和婆婆下葬后，我也没见到那2人，我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被他们算计，最终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房子手续办理好之后，我便主动去找了王桂英，和她说自己想要大办丧事的想法。前世的时候，婆婆和雷文君的丧事并没有办，王桂英找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比较年轻，村里有这个讲究，不能大办，只能悄悄地埋了就好。那个时候的自己只顾着伤心，根本没想那么多。此时，王桂英如同上一世一样，给出了同样的理由：小小，你婆婆和老公的年龄不大，村里有讲究，年轻的悄悄葬了就行，不能兴师动众的。我摇了摇头，掩面哭泣：不行，我老公和婆婆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
我想让亲朋好友左领右舍的来送他们。王姨，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来办就好。王桂英彻底急了，如果我要是大办了丧礼，那如果婆婆和雷文君再出现时，怕是不好交代。不行，这个你就不怕他们变成厉鬼纠缠你吗？毕竟你还怀着孩子。我心中冷笑，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孩子的理由都快被他找遍了。王姨，你总是拦着我，不让我改户名，又不让我办丧礼的，我都怀疑我婆婆和雷文君没死呢。此话一出，王桂英嘴角抽了抽，面色略显慌张。哪里？那不得诈尸吗？你是他们家里人，都凭你做主就行。我明天就帮你跑一趟医院。王姨，你在医院有人脉，人在医院没了，竟然可以不用火化。明天我就去接雷文君和婆婆回来。不用，我去就行。你这身子不方便，不用来回奔波了。我掩着嘴角哭泣道：王姨，你就遂了我的心愿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了，不得看着把他们给弄死才放心嘛。最后一句话我在心里说了无数次。王桂英拗不过我，同意了。第二天，我担心去了医院王桂英母女做什么幺蛾子，直接叫了同村的大伯和我一起去。去的时候已经叫好了灵车，拉着连夜做好的2口棺材。来的时候，赵杰正在医院上班，正好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狗男人是怎么死的。这医院保护尸体的手段还挺高明，看起来面色挺红润的，我差点以为只是睡着了。见我这样说，大伯也凑近看了一眼，露出惊讶的表情。确实不像死了1周的样子。那医生尴尬一笑，解释说是因为医院最新的封存技术，还有化妆的效果。我点了点头，便招呼着人将雷文君和婆婆2人装进了棺材。王桂英和赵杰2人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招呼着人将棺材板盖上，就这么坐在一旁，跟随着灵车回到了家里。师傅，帮我把这棺材板钉上吧，这不钉上，我总感觉会诈尸，想想就怪吓人的。我的话把那几个师傅都逗乐了，人都死了1礼拜了，不会诈尸的。不过钉棺材板是应该的，我们这就帮忙钉上。此时的赵杰彻底绷不住表情，急急忙忙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动作。不能钉棺材板。在场的人均被他的反应给弄得有些疑惑，而我也假装疑惑看着他。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没，就是你们这样把棺材板钉死了，不就不透气了吗？我差点没压抑住自己上扬的嘴角。在场来了好几个亲戚，我赌他赵杰不会为了雷文君假死而让自己失去工作，毕竟死亡证明已经开出来了，除非他想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在场这么多人，想必他家也丢不起这个人。不透气不是正好吗？你也知道，咱这里不比医院，没有冷藏尸体的效果，1、2天就会有味儿了。办丧礼还得停尸3天呢。此时的赵杰已经快要站不稳了，差点跌坐在地上。他直直地盯着我的脸，像是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已经看穿了他们的计谋。旁边的大伯点了点头，是啊，哪有不钉棺材板的道理？于是发话，直接让人将2副棺材板给钉死了。赵杰面色惨白，直接跌坐在了地上，一时之间六神无主。还是王桂英发现了他的异常，将人拉着坐在凳子上。小小，你也累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看着就行了。我摇了摇头，大家都回去休息吧，今天也累了1天了，咱们讲究守灵3天，我不能坏了这个礼数。此时的王桂英也有些不淡定了，毕竟
雷文君如果和婆婆就这样在棺材里闷着，过了3天后，人肯定凉透了。这讲究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这还怀着肚子，冲撞了孩子就不好了。你就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守着就行了。我继续摇头，坚持要留在这里守灵。一旁的赵杰情绪有些不稳。苏小小，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我妈也是为了你好，包括这棺材板，为什么现在非得钉上？雷文君和你婆婆生前对你可是不错的，为我好，我想守灵尽孝。你妈拦着，这是为我好吗？你让大家评评理。还有，我的老公亲自和你说的吗？对我好不好，我自己不清楚吗？还用你来教我？倒是你们一直拦着我钉棺材板，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一旁的王桂英见状，急忙拉着赵杰的手，阻止他再说下去。这样吧，今晚就让赵杰陪着你一起守灵，多一个人陪伴更安全一点。我笑着看着他们母女俩，同意了王桂英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杰坐在棺材旁边，越发焦虑。我玩着手机，靠在身后的木桩，悠闲地听着歌。赵杰，我劝你不用花心思了，今天晚上一过去，他们2个人怕是就要咽气了。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此时的赵杰满脸惊恐地盯着我，他瞪大眼睛，嘴唇微张，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别这么紧张，看你都怕成什么样子了，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好心好意帮他顺着背，别因为我这句话让他晕过去，我还得处理他。半晌，赵杰终于说出了一句话：你在说什么？苏小小，从头到尾你都知道。我笑着看着他的眼睛，是啊，你们演技不错，不过你们把我当成傻子了是吗？你和雷文君的孩子今年后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吧？你要是不想丢了工作和名声，那就跟我好好守这个灵。待我说完这句话，赵杰因为太过激动，气血供应不足，直接晕了过去。我叹了口气，掐了他的人中和虎口，可是只是有些许一会反应而已，人醒不过来。这才哪到那儿，人就晕了，可真没意思。好戏怎么能让他错过呢？那太便宜他了。我将随身带着的针拿了出来，直接扎进了他的指尖。赵杰痛得惊呼一声，额头瞬间冒出冷汗。人清醒后，满脸惊恐地看着我，那眼神盯着我就像看怪物一样，甚至手脚已经下软了，依然执拗地挪动，想要离我远一点。他的反应我很满意。赵杰，你就一点点欣赏雷文君和他妈2人是怎么一点点在你面前死去的声音吧。我陪着你哦。赵杰盯着我，恨恨地咬着牙，你就是个神经病。谢谢，我就当你夸我了。赵杰身体止不住地发抖，紧紧盯着棺材，直到后半夜的时候，棺材内的氧气彻底消失殆尽，2口棺材不约而同地有了轻微的响动，像是指甲扣着木头的声音，咯吱咯吱的。我的耳朵里塞着耳机，我怕这样的动静打扰了我的清梦，而赵杰就这么清晰地听着那声音一点点的消失，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感觉人也差不多了，便摘了耳机。赵杰眼神变得麻木，呆呆地向我说了一句：我听到了，他们在向我求救。此时亲戚已经来了2个人帮忙，我假意拍着赵杰的背，安抚着，跟亲戚解释，估计是守灵被吓着了，你看都开始说胡话了吧。余下的2天守灵变成了我一个人，尸体那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在棺材四周，而赵杰自那天回家之后便一直高烧不退，嘴里还说着胡话。大家觉得他是跟了脏东西，建议王桂英去找个人给看看，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女儿是怎么回事。3天后的丧礼办得很顺利，下葬这天，赵杰被王桂英搀扶着来到现场，眼睁睁地看着2副棺材下了葬，
被厚厚的黄土掩埋。我看着他哭成泪人的样子，当着众人的面打趣道：“赵杰，你这伤心的，好像死了自家男人一样，比我都伤心，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说到这话，众人哄笑。一旁的王桂英脸色难看的拉着赵杰便离开了。我知道自己这样开心的反应会遭人议论，不过无所谓。如果为他们掉一滴眼泪，那才是对不起自己。雷文君和婆婆的墓地选在了王桂英家旁边的那块地，找了专业的人算的，毕竟花了钱，我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随即又给了那家人占墓地的钱。我要让王桂英和赵杰接下来的日子每天下地都看着婆婆和雷文君的墓地干活，除非他们不种那块地了，解决掉婆婆和雷文君，接下来那就该收拾王桂英和赵杰母女了。前世的自己没少受他们的算计，赵杰还跟雷文君这个渣男生了孩子，都快4岁了，两人还真是隐藏得够深。丧礼结束后，亲戚朋友都离开了，我收拾着婆婆和雷文君的所有衣服和物品，打算在他们头七的时候去烧了。到了头七这一天，家里侄亲都来了，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去坟头祭拜。在路过王桂英的家门口时，我故作头晕，身体晃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了。到了这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该不会婆婆或者我老公回来找我了吧？我说完这话，亲戚们面面相觑，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头七还魂夜，毕竟这样的习俗根深蒂固。那你今晚记得带点驱邪的东西睡觉，上了身的话就不太好了。到了当天夜里10点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头发弄乱，眼睛滴了点辣椒水，被辣得发红的厉害。拿着婆婆生前最喜欢的布袋子和提前准备好的玩具走出家门，一路上哼着婆婆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挨家挨户的开始敲门。这个时间点，好多人家不是刚睡，就是准备休息的时候，时间刚刚好，好多人都被我吵醒了。有的人在我身后喊我，我充耳不闻，继续往前走，直到来到王桂英家门口停下。我大力敲着王桂英家的门，学着婆婆生前的语气：“桂英，开门，我来啦。”王桂英打开门的时候，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她直接跌坐在地上，惊恐地指着我问：“小小，你怎么这个样子来我家里了？”“桂英，你提那个贱人做什么？我是秀芬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这是给我孙子买的玩具，你快叫他出来玩。”婆婆生前的时候买了一个拨浪鼓，我以为是她提前给我肚子里宝宝准备的，后来她恨不得我去死，怎么会舍得给我的孩子买玩具？此时的王桂英听到我说这话，脸色更加苍白了几分。虽然我的样子很吓人，又顶着魂在街上游荡，可也有胆子大的邻居们悄悄在暗中观察我。王桂英此时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她颤颤巍巍地说着：“你是秀芬，苏小小，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的，什么孙子，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赵杰听到动静，也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看到我的样子时，原本受了刺激的他直接吓得大叫了一声：“赵杰，你怕什么？我是你未来的婆婆呀！你都为我儿子生了个大胖孙子，我是来给我孙子送玩具的。不要，你滚！你要索命就去索苏小小命，我没想杀你们，我只是让你和雷文君假死，然后我们去过我们的日子的。我没想到苏小小会那样做。”赵杰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一直跪在地上磕头，声音梆梆响：“我要看看我儿子。赵杰，我是雷文君，我想我们儿子了。你说过的，等把苏小小那个贱人处理了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的。我来接你了。”此时的我身体剧烈抖动，
声音也变得粗了一些，学着雷文君的话来装神弄鬼。不要，我会把我们的儿子好好养大，你别带我们走。是你计划着假死离开苏小小的，是你想要害死他的，和我无关。要下地狱你去下。赵杰说话有些无与伦比，但是明白人也都听得差不多了。此时屋外嘈杂的声音把赵杰的儿子吵醒了，一出门便哭着喊妈妈。如今赵杰被吓得什么都说出来了，王桂英则呆呆傻傻地坐在地上，嘴里一直念叨着作孽。这个时候我假意昏倒在地，没过几秒钟便睁开眼，揉着脑袋疑惑地看着四周。我怎么会在这里？王姨，你和赵杰是怎么了？我刚刚是怎么了？王桂英眼里满是怨恨，那表情简直要吃人。此时的赵杰精神已经崩溃，这几日好不容易缓过来的精神再次被击碎，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说着什么。这时好心的邻居出现了，拿着一道黄符交到我手里，让我快回家休息休息，眼里带着同情。经过昨夜一闹，赵杰和雷文君苟且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并且未婚先孕，当了小三，生下一个4岁的儿子。周围邻村都出了名，有为我打抱不平的村民经常趁着半夜在他家门口泼油漆泼大粪的，甚至还有写大字贴对联骂他们的。王桂英和赵杰成了周围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的那个儿子也被别的小朋友欺负，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让我没想到的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赵杰突然传来要结婚的消息。婚礼布置很简单，赵杰结婚的对象有点不正常，而且嫁的村庄距离我们也有些远，赵杰的丑闻传不过去。虽然赵杰逃离了这样的环境，但是王桂英逃不掉。在赵杰结婚以后，就更证实了赵杰和雷文君的脏事。毕竟你如果不心虚，怎么会匆匆把自己嫁了，还嫁了个脑子有问题的？自那以后，街坊邻居都不爱搭理王桂英，甚至她买菜或者买东西的时候，商店里的人都不乐意搭理她。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王桂英的心理素质极强，竟然也生生扛过来了。直到我几个月后，我生下孩子，伴随着要拆迁的消息传来，王桂英丧夫多年，家里又没有个男丁，房子拆迁后的财产自然遭了亲戚的惦记。为此，我特意将继承法科普给了王桂英她家的直系亲属，特别是她老公的兄弟姐妹们，因为我查到她家房子的名字是她公公的，继承权那便不只有她老公一个人，而她也休想得到这笔拆迁款。果然，王桂英家里又热闹起来了，3天2头吵架，甚至撕破脸。我便在暗地里悄悄看戏。前世的他们为了房子的拆迁款，不惜借用假死来欺骗我，甚至到后来给我下了毒药，只是为了霸占拆迁款，让赵杰和雷文君他们一家3口拿着拆迁款名正言顺地过幸福日子，而我和我的孩子到死都被嘲笑，如蝼蚁一般对待。如今我也让他王桂英感受一下房子被人算计的痛苦。没过多久，王桂英彻底被逼疯了。房子拆迁后，村里的住户被安排了临时住所，而王桂英因为失去了继承权，没有办法得到拆迁款，只能自己去租房子住。这些事情在邻居之间都传遍了。按理说，他男人也是那个家的一份子，应该也能领到一部分钱才对呀。你知道啥？这王桂英和她男人根本没领证，婚姻不成立，而且他家小叔子还找到他出轨的证据，一气之下人就被赶出来了。这些事情倒是让我没想到，邻居之间的聊天
被我听到后，心里忍不住感慨，不愧是遗传啊。又过了几日，王桂英的尸体从井里被人捞出来了，那还是种地浇水的时候被发现的。这件事情再次震惊了所有人，一下子传遍了村里上下。我也顺势打听了一下，刚捞起来时人已经泡得面目全非，看到手上那只假的玉镯子，才认出来是王桂英。村里领导给赵杰打电话，让他回来处理后事，结果被拒绝了。经过商议后，村里自费给王桂英简单的挖了个墓地，裹着席子埋了，连个碑也没立。后来王桂英下葬之后，赵杰突然带着儿子回来了，他披麻戴孝跪在村长家门口，想要去见见他的母亲，被村长指了个方向，便找去了。却没想到王桂英的坟墓不知道是被谁给翻了出来，尸体早已被虫子咬得乱七八糟，散发着一股恶臭。如今村子里的人都被安排迁移了，根本没有人。大家猜测可能是王桂英的仇家，或者有魂魄来报仇的。赵杰见到王桂英那副惨状，人直接晕了过去。被送到镇上医院的时候，才发现他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痕，而且他的精神状态也很不稳定，时而傻笑，时而哭泣，像个疯子一样。我去医院看了他，又盯着一直在一旁玩手机的小孩，笑着和别人打游戏。他的母亲都变成那样了，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真是恶有恶报。此时的赵杰见了我，疯了一样扑向我，掐着我的脖子，眼睛猩红。都是你，你这个贱人，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不对？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我用尽全力才将这个疯子从我身上扒拉开，直接推了他一把，让他跌坐在地上。赵杰，这一切都是你和你那个妈咎由自取，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还有我那个婆婆和雷文君。然后我蹲下身，凑在赵杰耳边低声说着：你们都该死，是你们先害死我的，我只不过顺着你们的计划行事而已，怎么能是我害的呢？赵杰惊恐的眼神盯着我，他突然大叫了一声，嘴里喷出一股鲜血来。就这样，他还依旧抓着我的衣服。都是你，原来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阴谋，都是你害死我们的。雷文君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恶毒，你就应该下地狱。我啐了他一口，直接用脚踢了一下他的胳膊，不让他弄脏我的裤子。该下地狱的是你们，你们这群人恶毒自私，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最好统统下地狱。此时医生急忙赶来为他检查，我站在一旁看着。医生发现他的脾脏破裂，应该是外在暴力的撞击造成的，刚才都没有检查出来。如今赵杰整个人都虚弱的动不了，甚至接近昏迷。这时我看到他放在床边的外衣口袋里塞着一本离婚证，我拿起来一看，是跟那个傻子的。呵，原来是离婚了呀，还真是活该。听到这话，赵杰被气得直接晕了过去，随即他被送到了县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崩溃，即使心理医生疏导也无济于事，工作也丢了。没过几日，他带着他的儿子在医院楼顶跳了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听到这样的噩耗后，邻居们的讨论依然很热烈，没有几个人同情他的遭遇。而我在一旁静静地嗑着瓜子，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听着恶有恶报的正义感言。拆迁款到手之后，我买了一套3居室，带着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完全将葛秀芬和雷文君的痕迹剔除了，孩子的姓氏跟了我，未来的每一天都会幸福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